手臂在往前平举的时候，大概呢是这个样子。那这样看起来并不自然，所以说我们带着这个手臂在自然的活动的时候，一定不是平行的啊。现在看起来它是平行的，那么怎么样让它不平行呢？来这边的圆柱再往外打开一点，让它朝向这边，另一侧的也往外打开，它就变成了这个角度的圆柱了。这个知识点也很重要，就是我们在画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两边呢画两个球作为肩关节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说一下肩关节。肩关节它是一个球形关节，球形关节它有非常多的轴，也叫多轴关节。多轴关节呢，顾名思义，它就是可以从非常多个轴向进行运动。它不仅可以往侧面平举，往前、往后、往上，很多个方向，也可以形成环转，就是这个手臂在转圈。这个呢是锁骨，锁骨的外端，然后锁骨外端这里接的是肩峰，肩峰拐过去到后面是肩胛岗，然后这个是肩胛骨，肩胛骨的外侧这里有一个小平面，一个小凹面，这个叫关节盂，然后这个位置有一个小小的会突。那么肩关节就是这个位置，肱骨上端有一个球形的结构，在这个球后面呢有一个膨大的结构，有大节节起、小节节起，这个就是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啊。主要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球形关节是怎么来的。我们所学习的每一个关节都是以概括的形式来学习的，但是呢，它的概括也不是凭空出现的，不是凭空捏造的，都是从真实的结构中概括过来的，就把这个位置的活动特征概括成一个球。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啊，在画这个结构啊体块的时候啊，就会把肩这个部分画成一个球，这样也方便我们去交代这个体块在各个方向上去运动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就是肩关节，肩关节的骨骼。我们先来看，从正面看，我们把这个手臂向外抬起来，这边来一个，这边来一个，这个都是肩部的关节球。侧平举，手臂在向外抬的同时，肩部这个部分呢也会跟着往上抬一些。也就是说，它在抬上去之后，这个肩会自然而然的带着往上走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两个肩部的位置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了。然后这个位置呢，它能够抬多高呢？你可以自己试一下啊。这个手臂我们在不转这个肩关节的时候啊，就这样正常往上抬的时候呢，也就能够抬到大概其实是这个角度，然后肩部还会再高一些，这个能理解吧？画一个人体的。手臂大概抬到这个时候呢，它就是极限了，可以自己试一下。这个是侧平举，抬上来之后，肩会跟着往上移，然后它在这个角度，肩关节不转的情况下，只能抬到这里。那么再往上抬，就需要转肩关节了。然后在这里画一下，转过去之后，肩三角肌会跟着转过去。肱二头肌会朝上，在这个时候呢，肱二头肌是朝前的。然后这个肩关节旋转一下之后，就是肩三角肌从上面转到后面去，之后这个手臂还可以继续再往上抬。手臂可以抬到这个程度，可以夹起你的头部。那这个时候肩三角肌都已经跑到后面去了，然后胸大肌也被拉拽上去了。这个是肩关节往上抬的这个动作。然后从侧面看，然后肩头呢在这个位置，往前平举。刚才我们说的是侧平举，往侧面抬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从它的侧面看，它在往前抬。它往前抬可以抬得很高，
啊，你肩关节不用转，你直接手臂就能抬到上面去，可以抬到这么高。那么手臂又是往后摆的时候，然后肩头前面这里就会往前顶，而且往后摆的幅度不会太大。你自己试一下啊，你在手臂在往后撤的时候，是不是肩头前面这里就会顶起来，然后后面的肱三头肌会收缩，手臂前面这个肱二头肌会拉伸，形成这样的一个特征。然后这个角度往后抬，这个角度对于一般人来讲啊，就是极限了，差不多就到这儿了。不可能是这个角度的胸腔，然后手臂往后抬这么高，那就有点这个不正常了，看着就非常的别扭了。如果说这个手臂想要继续往更高的抬呢，其实胸腔是要会往前倾的。那么我们再画一个手臂向后抬比较高的情况下，其实胸腔是被按下去的啊，有一种被擒住的感觉。然后还是一个正面的胸腔，肩部的关节球，颈部。然后这个我们刚才不是看他在往这个前面举吗？前平举，在往前举的过程里啊，这个圆柱会逐渐的有角度变化。抬起来角度比较小的时候，这个圆柱体的横截面、横断线这个弧度都比较小。那么随着逐渐往上抬，这个弧度会越来越大，然后这个圆面呢也会越来越圆。那么再往上抬，到它接近于正冲着我们的时候，上臂的长度就变得非常的短了。这个是横截面。然后再画一个这个角度的方块作为胸腔，两侧各画一个肩部关节球。手臂在往前平举的时候，大概呢是这个样子，但这样看起来并不自然。所以说我们带着这个手臂在自然的活动的时候，一定不是平行的啊。现在看起来它是平行的，那么怎么样让它不平行呢？来这边的圆柱再往外打开一点，让它朝向这边，另一侧的也往外打开，它就变成了这个角度的圆柱了。这个知识点也很重要，就是我们在画一个人的时候，哪怕你画一个照片，这个照片是一个真人，他有这种看起来是平行的情况，那么你也可以主动的给他找一点角度上的变化，让画面看起来好看。我们所有的这个作画目的都不是为了画的跟照片、跟图片、跟素材一模一样，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你的画面好看啊。然后从这个角度看的侧平举。那么刚才我们所说这个大概啊，抬到这个角度基本上就是这个动态的极限了。再往上抬呢，就要肩部就要有其他的运动了。那么带上手臂的时候会更好画一点，不带手臂的时候呢，这块说起来还有点这个不太好理解。也就是说啊，我再画一个小人儿，你画一个人手臂在向上抬的时候，是不是啊这个手会这样？你手臂抬到这个上面啊，抬到这个角度，这个手肘是向外顶的。你没见过这样的吧？就是手臂抬起来之后，抬到这个角度，手变成这个样子，这看起来就非常奇怪嘛，不像个人嘛。因为这个肩关节转了一下啊，它才能够形成这个动作。以上就是我们讲的肩关节的要点。